明明是个天赋异禀的平面模特，曾被无数杂志周刊当成封面海报，可就在她名气逐步上升时，却又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离开繁华的东京，去到乡下继续完成学业。这也就意味着她的模特生涯只能被迫暂停。爷爷为他们一家的回乡倍感欣慰，并还特地宴请村民，欢聚一堂。可女孩却在众人的欢声中不合时宜地起身离开。她来到一片海域，感受着海浪碰撞礁石发出的嘈杂声，似乎在她的内心也充斥着这样一股桀骜与不甘。随着步伐迈进，女孩来到一片禁区，警示牌上的“神明在此，请勿入内”异常显眼。可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女孩还是闯入了这片禁区。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黑褐色的海域，幽暗的色泽宣示着女孩心中的那抹黯然。她渴望得到自由，只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正是这一次的回乡将彻底改变她的一生。就在女孩不断靠近海边时，她竟突然发现一个金发男孩沉于海中，并还在片刻之后冲到自己身边。本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偶然的邂逅，却不曾想他们的缘分远不止于此。隔天，夏芽便来到了新的学校，并且没等老师介绍她的名字，台下的同学们便一眼认出了这个只出现在电视上的女孩。在众人刺耳的尖叫声中，唯有一人漫不经心地看向窗外，阳光掠过她的脸颊，映射出了淡淡的金光。夏芽有些失落地回到座位，忍不住地再次瞥了一眼这个金发男孩。他回想起了昨天在海边的经历，只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，眼前这人竟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无礼。下课时，女孩便被同学们围作一团，不断询问她的明星生活。可一旁的阿航却不屑地说道：“どうせ手よく切られたんじゃろ。こんな都合のいい会なんて嘘上手やろ。”面对男孩的挑衅，夏芽也不甘示弱地及时叫停了他，并还说出了昨天他在近海游泳的事情。在当地传说里，那片海域住着神明，闯入近海是对神明的不敬，会给当地的村民带去灾难。说到这里，便有同学提醒他小心最近会遭受神明的诅咒。可即便所有人都惧怕那片海域，这天放学时，夏芽还是偷偷跟着阿航再次来到这里。他们一起站在礁石上眺望远方，而阿航却趁女孩不注意时推着她跳入水中。霎时间，冰凉的海水肆意浸过夏芽的身体。阿航则是一边扶着她，一边狂妄地说道：“刻在阿航骨子里的傲慢与疯狂，恍如唤醒了夏芽对生活的那份热爱。她开始适应了乡下的生活，喜欢上了和阿航待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会因为在上课时迟迟不见身后的那道人影而怅然若失。同学告诉她，阿航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身份，身为神明之子的他一直享有自由的权利，他的家族世世代代守护着这片土地，而阿航则是神主的唯一继承人。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夏芽心头闪过一丝错愕，他迫切地想要引起男孩的注意，却又无奈于现在的自己不过是个过气的模特罢了。只不过凑巧的是，隔天便有一个知名导演找到夏芽的家里，想为她拍一组写真照片。夏芽知道对方的拍摄风格颇为露骨，可现在想要散发魅力，吸引男孩的注意，她也只能咬牙答应下来。不料就在隔天拍摄的途中，远处突然飞来一个石头，砸在了摄影师的身上。ここはうちのもんじゃ。お前らこそ何やっちょる。あれも俺のもんじゃ。说完后，阿航便离开了这里。出于爱神的指引，夏芽也情不自禁地跟了上去。他们一起追逐在这片绿荫，只是没过多久，夏芽便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地。跟来的摄影师正好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女孩，他认为这样纯欲的感觉不可多得，便连忙凑上前去将这一幕拍下。可先前答应写真的他，却在此时捂住了脸颊。他不确定自己这样的做法是否正确。直至这天放学时，夏芽从身后叫住了阿航，他告诉对方写真集已经拍好了，随后便头也不回地跑出教室。阿航及时跟了上去，他们肆意追逐在溪流间。夏芽终于达到目的，勾起了对方的兴趣。阿航很好奇写真集上的内容，便强迫女孩将其递给自己。阿航故作镇定地接过写真，当夏芽的面容映入眼帘的一刻，他便逐渐沉沦于这张绝美的面容。向来无感的他，竟也头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心动。见阿航如此认真，夏芽便也鼓足勇气，道出了埋藏在心的话语。他坦言，自从第一次见到海水中的阿航时，他的心便已为之沦陷。他不知道那样的感觉是不是出于喜欢，只知道此后他的脑中会经常浮现出男孩的面容。可无论自己多么努力，换来的都是他的漠视。他只能傻傻地寄托于露骨的写真照上，想要以此换取男孩注视的目光。说到这里，夏芽便失落地低下了头。阿航感受到了他的悲伤，便从包里拿出一瓶汽水递给了女孩。夏芽漫不经心地打开瓶盖，却被溅了一脸的汽水。
随后他喝过一口递给阿航，不料阿航的注意却并不在汽水身上。他们一吻定情，就像是夏日里吹来的一阵清风，轻轻拂过两人的心间，带走一丝燥热，留下耐人寻味的清凉。他们的约会频率从此增多，会一起牵着彼此的手漫步街头，会迎着夜幕一起享受海风的吹拂，也会相约在那片寂静汹涌的海岸上。可即便他们都相互喜欢着对方，但阿航却总会不受控制的刻意疏远夏芽。此时的夏芽还全然不知男孩身上肩负的重任。身为神明之子，阿航生来便有着守护族人的使命。过度沉溺爱河，只会让他逐渐迷失自我。为了能让这段感情慢慢消亡，他只能故作镇定地将所有的漠然摆在脸上，让夏芽以为他的爱意是随风而起，来时汹涌去时毅然无踪。为了能更好地走进阿航的内心，这天夏芽参加了1年1度的篝火盛宴。身为神明之子的阿航带领族人举办着特殊的仪式，壮观的场面引得周围水泄不通。夏芽拼命挤到前排，只为看一眼这个蒙着面的金发男孩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打破了这份静谧。他焦急地告诉夏芽，他的爷爷病倒住院了，并还没等女孩做出回应，便一把带走了她。这一切都被阿航看在眼里，却无奈于族里的规定，在仪式未完成之前不能提前离场。可随着仪式的继续进行，夏芽送给阿航的手链却在此时突然断裂。他的心头瞬间涌上一股莫名的不安，殊不知此时的夏芽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浩劫。原来这个陌生男人其实是疯狂迷恋夏芽的粉丝，因为太想跟自己喜欢的女星修成正果，便在心中做出了一个邪恶的打算。他选择的路线并不是通往夏芽家里的路，而是把车停在了一处寂静无人的林间，随后便一把抱住了女孩。好在经过一番挣扎，夏芽成功逃离了魔爪，并还被赶来的阿航找到。然而就在男孩准备将她拉上时，身后那名陌生男子却突然将她砸晕。最终夏芽还是没能幸免于难。在这个充斥着神明之光的寂静之夜，女孩却在少年的身前经受了青春不可磨灭的伤痛。阿航心中更多的是出于自责，他恨自己的无能，心爱之人近在咫尺遭受侵犯，可他却怎么也操纵不了沉重的身躯，奋起反击。当其他人赶到现场时，方才那人早已不见踪影，剩下的只有阿航无助的哀嚎以及夏芽眼中残留的泪光。也正因这次事件，夏芽被扣上了不干净的标签。向来自信的她，此刻却会在面对别人的赞美时连连摇头；向来阳光的她，却也会在此时露出昏暗的一面。而更惨的是，网络上流言四起，就连热榜也都是有关夏芽被侵犯的字眼。霎时间，女孩被当成了同学们的调侃对象。曾经那个人群簇拥的当红模特，竟在一夜间沦落成了无数人的饭后谈资。变态侵犯了她的身体，舆论不断侵蚀着她仅存的尊严。就连阿航也不愿面对她，直至她快要窒息时，是幼时朋友的出现让他感受到了世间的一丝温存。男孩看出了夏芽的心事，便带着盒饭坐在了她的身边。虽然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，但男孩还是为夏芽挡住了舆论，并还带着女孩出去散心。夏日的微风充斥着燥热与不安，路边凋零的玫瑰花瓣异常显眼。他们来到玫瑰树前，少年递给女孩一朵玫瑰，他们默默注视着彼此，可心中思念的人却不为相同。夏芽轻轻抿起鲜红色的花瓣，细嗅玫瑰花瓣上散发出的淡淡清香。这一刻的她仿佛将所有烦恼置身事外，直至一个男孩的出现，让她不自觉地放慢了手中的动作，就连目光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引过去。或许真正喜欢的人，即便是匆匆一眼，便好似过了万年。而那个金发男孩在夏芽心中，则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。最后，夏芽还是沿着阿航离开的方向跟了上去。他很快在一条小巷看到了对方，阿航却一声不吭地来到一艘船上。只是没等他松开绳索，夏芽就奋不顾身地跳了上去。再次见到这张面容时，女孩心中仍旧会泛起一股难以掩盖的悸动。随后，夏芽便歇斯底里地喊出了这些天的委屈和不解，可换来的却是男孩略带一丝戏谑的笑容。激动之下，夏芽一把将阿航推入水里。只是和上次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的阿航并没有选择游动，他完全放松了全身，任由自己沉入幽暗的海底，仿佛在向夏芽宣告着某种结局。看着男孩迟迟没有动静，夏芽便焦急地将他带出水面，可换来的却是对方如同海水般冰冷的警告。娘、お前はめんどくさいわ。お前の人生に巻き込まれるのはもうごめんじゃ。もう俺に関わらんで。临近夜幕时，夏芽便失落地走回家中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自己最绝望无助的时候，出现的始终都是这个幼时的伴
也只有眼前这个男孩会想尽办法帮自己走出阴霾，帮自己发泄心中的情绪，抚平他内心的创伤，同对他忽冷忽热的阿航对比。夏芽也试着把指甲油换成鲜红的玫瑰色，她尝试着去喜欢男孩，可那道身影却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在她眼前。直到这天，放学的夏芽再次遇见了上回的那个导演，碍于周围异样的眼光，她只好拉着对方走进小巷。经了解才得知，原来他此次前来的目的竟又是找他拍写真，内容风格一如往常的不堪入目。夏芽想都没想便拒绝了他，可对方非但没有退步，反而表示他遭遇侵犯这事无疑是一个流量密码，你只需要在戏中做回真正的自己即可。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，夏芽却又一次的沉默了。她愈发不解，为何自己的热度需要依靠这类遭遇来维持，更不理解明明受害的是自己，最爱他的那个男孩却要在此时蓦然离去。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在没有他的这段时间里，阿航的行为也变得愈发躁动。曾经那个平静如海的神明之子，现如今却变成了四处打架的街头混混。他发疯般的到处惹事，只为像宣泄篝火节那样的无能为力。他盯着手上的小刀，露出冷酷的表情，却也会在之后垂头丧气的走到丛林深处。就在他遍体鳞伤摇摇欲坠时，却看到了刚好从神社出来的夏芽。男孩下意识的强装冷漠与刻薄，不料下一秒便失去控制，一头栽进女孩怀里。待他再次苏醒时，便再也克制不住的说出了心中的那份爱意。他对夏芽的爱从来不亚于河海山川，他只想让女孩成为东京最耀眼的繁星，而自己则是在阴暗一隅默默守护这份光明。阿航不想辜负族人寄托于他肩上的守护重任，更不想看夏芽跟着自己碌碌无为在这片小村庄里，却不知在女孩眼中，东京最耀眼的繁星也比不过躺在眼前的这个男孩。只是不论他如何劝诫，阿航都始终沉默着背过身去。临走前，他将那把小刀送给了女孩，想让她再次遇到危险时能及时保护好自己。随后便轻声请求女孩离开。只是在他走后，阿航却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。在时间的疗愈下，重拾自信的夏芽终于选择重返东京，拾起埋藏在心的那个梦想。只是在临走前，他还是打算最后参加一次篝火晚会。他想多看一眼那个如星辰般闪耀的男孩，多留恋一下这道属于自己的神明之光。只是在晚会开始时，1年前的那个粉丝竟又找到了这里。夏芽急忙地拿出了兜里的小刀，并不断呼喊着阿航的名字。只可惜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他手中的刀刃还是没能挥出。最终，女孩在极度的悲伤与挣扎中昏厥过去。待她再次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衣衫完好无损。回想起方才断断续续的记忆，夏芽认为自己或许出现了幻觉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阿航收到了朋友的提醒。他奋不顾身的及时赶到了屋内，并拿起木棍将那个男人打个半死。他想彻底了却这个人的生命，却被一旁的好友极力阻挠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男人趁机起身来到夏芽身边，并拾起了女孩身后的小刀。僕がここで死んだら、明日の新聞につみさんと一緒に並ぶんだ。一生消えない影になるんで、そうなれば夏美ちゃんの芸能界人生は。为了不给夏芽带来阴影，不影响她之后的事业进展，阿航清理完了现场的所有痕迹后，才默默离开。而这也就意味着，他将永远不能和心爱之人再次相见，否则所有的麻烦都会在相见的一刹蜂拥而至。许多年后，夏芽终于上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，她也如愿成为了东京最耀眼的繁星。在颁奖台上的荧幕上，正播放着电影中男女主第一次约会的场景。夏芽痴痴地望着大屏，仿佛在男主身上看到了那个男孩的身影。そうだね。こうちゃん、私が前に進むとき、こうちゃんの背中が見えるよ。お前はよ、ここで会ったことは何も気にせんで、お前はお前の武器で天下取るところを俺に見せてくれや。ずっと見ちょるけの。この海も山もこうちゃんのものだ私もこうちゃんのものなんだ
两人就这样迎着夏日的海风驰骋在海岸线上。只是不知为何，原本温馨幸福的画面，他们各自却都不自觉地泛出了泪光。小刀的刀刃固然锋利，就像是影片之中的夏雅与阿航，他们都有着如刀刃般棱角分明的傲气，也有着不甘屈服、不受拘束的狂妄。年少时的夏雅认为自己能够掌控对阿航的爱意，他的眼中时而光芒万丈，时而阴如谷底。直至后来，他才发现，原来爱情才是自己最握不住的东西。就像年少时的阿航总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世间山河，却也会在女孩受到侵犯的一刻散发出无助的泪光。那一刻，少年才幡然领悟，原来还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无法掌控的。就像小刀再怎么锋利，却也抵挡不住汹涌的海水，那种削减击溃了少年心中的道德防线。故而他送给了女孩一把小刀，这道馈赠不单单只是他希望女孩能够保护好自己，更是阿航在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后，希望女孩去到更加广阔的未来。或许这就是溺水小刀真正的寓意吧。